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2026年6月26日，在北京发生了2件大事。今天我们就谈谈为什么这2件看似不相干的事件，却有着戏剧性的关联。为什么当习近平细品这2件事时，如果他头脑还清醒，他内心一定会崩溃。首先，6月26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宣布第14届全国人大15名代表的资格被终止。这份名单把来自中共党政军几个系统的15个人一次性放进了同一张政治死亡名单。最醒目的是马兴瑞，马兴瑞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里还同时出现了6名中共军方高级将领，包括许学强、李凤彪、郭普孝3名上将，以及王抗平、张明华、尹红星3名中将。这些人来自不同系统。马兴瑞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决定罢免；许学强是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王抗平来自东部战区军人代表大会；李凤彪来自西部战区军人代表大会；尹红星来自陆军军人代表大会；郭普孝来自空军军人代表大会；张明华来自网络空间部队军人代表大会。这意味着装备发展部、东部战区、西部战区、陆军、空军、网络空间军等多个部队系统同时有人被拿下。这些系统分别对应中共军队的装备采购、战区指挥、军种系统、心智作战力量和政治控制链条。和这些被官宣撤销人大代表资格的人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无声的消息。2026年1月24日已经被中共官宣落马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依然没有出现在6月26日这份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的名单里。有时候没出现的消息比释放出来的消息更有信息量，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先回头看这次名单，特别是首次被中共官宣的这6名军中将领。中共军队官员的个人信息极少被外界看到，但公开履历会露出一些线索。一个人坐在什么位置上，管过什么口，和谁在同一条线上交叉过，往往比中共通报里严重违纪违法几个字更有信息量。先看许学强，许学强不是普通空军将领，他曾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也曾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的身份公开亮相。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管全军装备发展工作，公开职能包括装备发展规划计划、研发测试鉴定、采购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说白了，武器装备怎么立项、怎么实验、怎么买，谁能进军队采购链，都绕不开这个口子。装备口不直接带兵，但权力非常大，它一头连着军委，一头连着军工企业，中间流动的是经费、合同、验收和采购资格。许学强是在2022年中共20大之后接任装备发展部部长的，他的前任是落马的李尚福，再往前就是张又侠。张又侠长期深耕总装备部和后来的装备发展部，也就是说，许学强做的是张又侠非常熟悉而且经营多年的那个位置。此前网上有传闻说，许学强是习近平从空军系统派到装备发展部去整理张又侠黑材料的人。我们无从证实这点，但现在看到这个说法可能是说反了，大概率许学强可能是张又侠派去装备发展部稳定基本盘的。从中央军委运作逻辑看，一个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和长期掌握军备系统，后来升至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大概率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学强落马能交代的不会只是几笔回扣，而是装备系统里哪些人由谁提拔，
哪些军工企业通过什么关系进入采购链，哪些旧人脉还在系统里发挥作用。所以许学强案的分量不只是一个装备部长的倒台，它很可能是对张又侠旧装备系统深入拆分的一个入口。我们回头看表面上那个和军方没有关系的马兴瑞，和这次首次被官宣的这6名将军不同，马兴瑞其实在今年4月已经被官宣落马了。6月26日，这次对他更多的是补走人大这个程序。马兴瑞曾经是政治局委员、副国级角色，主政过新疆，但只把他当地方大员看就看浅了。马兴瑞真正特殊的是他的航天军工背景，他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出来，长期在航天系统工作，后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国家航天局这些系统一路上升。嫦娥奔月、神舟飞船都是中共宣传片里最光鲜的部分，可航天背后是巨额科研经费、军工供应链和军队装备采购。因此马兴瑞更像是中共航天军工系统在中共党政高层的代表人物。航天系统一头连着国家工程，一头连着军工央企。中共这些年强调军队现代化，航天军工系统一直是核心板块。马兴瑞从这个系统走出来，再进入广东新疆，最后进入政治局，本身就说明这条线曾经有多吃香。许学强代表军队装备采购端，马兴瑞代表航天军工供应端，一个管买，一个管造，一个坐在军委装备发展部，一个从航天军工体系走到政治局。虽然公开资料不能直接证明两人之间有利益输送，但是把他们放在同一条军工装备链上是合情合理的。许学强和马兴瑞组成的这个第一条线就出来了。下一条线是李凤彪和郭普孝这2个上将。李凤彪曾经任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后来任西部战区政治委员。郭普孝担任过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政委，后来又成为空军政治委员。2个人看起来来自不同的军队系统，但是往前翻，他们有一个关键的交汇点，那就是空降兵第15军。空降兵第15军可不是一般的中共军队，他扛着中共上甘岭战役的历史光环，同时有现代战略机动能力，是中共军队里出干部、出将领的王牌部队。李凤彪曾任空降兵第15军军长，而郭普孝曾任第15军政治部主任，后来升任该军政委。在中共军队里，军事主管管训练、作战、部队运转，政治主管思想、干部组织、忠诚审查。一个管枪，一个管人，2个人在同一支王牌部队里搭班子，本身就不是普通关系。中共军队的派系关系很多时候就开始于履历交叉、资源互换和风险共担。今天2人在同一个部队搭班子，明天一个去了战区，另一个去了后勤，再过几年一个掌握心智作战力量，另一个掌握政工和资源。时间一长，老交情带出来的人脉网络就会出现。李凤彪后来先到中部战区，再到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之后任西部战区政委。李凤彪在战略支援部队的经历非常敏感。战略支援部队是2015年中共军改后成立的特殊力量，他把航天、网络、电磁、信息支援这些现代战争能力装进一个篮子里。这个部队成立时是中共军改里最被看重的心智力量之一，结果2024年这个篮子就被拆分了，分化成信息支援部队、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等几个部分。中共官方说那次拆分是优化结构，适应现代战争，但一个成立不到10年的心智作战体系被重新拆分，本身就说明这个体系内部的权力、资源、
管理和忠诚问题，让中共最高层不放心了。整体来看，李凤彪的路线是从王牌空降兵走到新制作战力量，再走到大战区政治岗位。那么郭普孝这边离开空降兵15军后，就进入了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担任政委，后来又成为空军政委。后勤保障部管全军的资源保障、钱粮物资体系运转，空军政委是管空军系统的政治和干部。真正现代军队的后勤是部队能不能持续作战的根本，弹药、油料运输、医疗、维修、通讯、补给，哪一个断了，前线都撑不住。一个掌握过军委后勤保障部政工系统的人，知道的不只是物资怎么走，也可能知道哪些人在哪些资源口上，谁和谁有交叉，谁能调动什么。因此郭普孝从15军出来之后，掌握了2个很敏感的东西，那就是资源和人事。把两人的路线合在一起看，李凤彪这边是战略支援，西部战区是作战能力和重兵方向，那么郭普孝这边呢是后勤保障、空军政工，是资源调配和干部系统。2个人早年在同一支王牌部队里搭过班子，此时同一天被中共官宣落马，他们同时出事，就让15军这条老关系线和战略支援、后勤保障、空军政工和西部战区这些关键岗位一起浮出了水面。中共军队里的山头不一定要挂招牌，但它会通过同一支部队、同一套升迁路径慢慢长出来。这是习近平最忌讳的东西。谁和谁关系太深，谁在几个关键口上互相照应，谁在作战、后勤、政工之间形成闭环，这都会被中共最高权力看成是潜在的威胁。那么下面我再来看看被官宣的中将张明华。张明华这条线连接着李凤彪曾经掌握过的战略支援系统，也连着中共2024年军改后新成立的网络空间部队。张明华曾经在李凤彪掌管过的战略支援部队系统任职，后来出任新组建的网络空间部队首任司令员，这个位置很关键。2024年，中共把原战略支援部队的番号撤销，把相关的部分拆分为信息支援部队、军事航天部队和网络空间部队等几个部分。张明华就是在这次重组后出任网络空间部队的首任司令员的。网络空间部队管网络攻击、信息系统、作战网络，碰的是现代战争的中枢神经。首任主官极其关键，是新构架落地的负责人，是把队伍、资源、人员、任务重新串起来的那个人。但是此时这个新部队的首任司令员却和原战略支援部队的老领导一起落马，这暗示着战略支援系统被拆分之后，原来的人脉和资源并没有因为换名字、换牌子而自动消失，权力不会因为换招牌而变干净，老关系还在，项目还在，看不见的线也还在。李凤彪和张明华都属于战略支援和新制作战力量这条线。战略支援、网络空间、军事航天这些力量掌握的是现代军队的信息命脉。如今两人同时被官宣，说明中共对这条线的清理不只是打一个点，而是顺着系统往下打。讲了装备军工线、15军这条线和战略支援这条线，我们接着再讲联勤保障这条线。被官宣的另一个中将王抗平曾任东部战区副司令员，后来出任联勤保障部队司令员。联勤保障部队不显眼，但他是部队战时的血管。王抗平从空军系统、东部战区再到联勤保障，背后连接着作战方向、空军资源和保障体系。东部战区这个履历本身就敏感，中共一直喊打台湾，喊备战，但真正能不能持续作战，油料、弹药、运输、医疗、补给，哪一个掉链子，前线都撑不住。另外，王抗平和前面提到的那个
郭普孝上将还同属另一个体系。郭普孝曾任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政委，王抗平是后来任联勤保障部队司令员。前者是靠近军委层面的后勤保障体系，后者是靠近具体部队的后勤保障体系。他们都落在后勤、联勤、保障这条战争资源线上。这一条线一旦被查，牵出来的往往不只是钱，还有战时资源怎么流，哪些人能调动，哪些单位互相配合等等。那么最后这次官宣还有一条政工线。被官宣的尹洪兴陆军中将曾任西藏军区政治委员，后来转任南部战区陆军政治委员。中共军队是党卫军，在党卫军里，政治工作是控制系统，政工线在军队从来都不是配角，谁管政工，谁就管忠诚；谁管干部，谁就管未来谁能带兵。尹洪兴的落马要放在这条线上看。尹洪兴的履历有着2个敏感点，一个是西藏军区，西藏是边陲重镇，面对印度方面也承载着中共所谓维稳安全边防任务；另一个是南部战区陆军，南部方向牵扯南海边境战区陆军部署，也不是闲职。他先在西藏军区当政委，后来又到南部战区陆军当政委，说明他是在几个敏感方向上管过政治和干部的人。把尹洪兴的落马放在苗华之后的政工系统清理和刘振立之后的陆军和联参系统震荡中看，那么它的含义就很关键了。尹洪兴的落马其实是习近平对政工线高度怀疑的表现。至此，6月26日公告里的几条关键线就展现出来了。许学强是装备发展部，是军队装备采购的大闸门；马兴瑞是航天军工系统出身，是军工供应端在党政高层的代表。李凤彪和郭普孝早年在空降兵第15军交会，后来一个进入战略支援西部战区，一个进入后勤保障和空军政工。那么张明华连着战区支援和网络空间部队，王抗平连着东部战区和联勤保障，而尹洪兴连着战区政工体系。连起来看，它就覆盖了中共现代军队从买什么武器到谁来保障，到谁来指挥，再到谁来决定干部忠诚的全链条。通过这个公告，我们看到的不是中共军队的多个孤立案件，它展现的是中共军队几套关联系统同时被清洗，是习近平在对中共军队现代战争能力全面动刀子。现在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张又侠和刘振立这次还没有被官宣取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早在5个月前，中共官方已经宣布张又侠、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按中共的政治常识，这2个人被公开点名后，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可是5个月过去了，外围将领已经一批批被官宣取消人大代表资格了，但是张又侠和刘振立却还没有走到这个公开程序。为什么？这里有3种可能性。第一是程序时间还差点，张又侠、刘振立级别特别高，涉嫌面广，案子不可能像处理一个普通军官那样快。这个可能性虽然概率不大，但不能排除。那么第2种可能性是习近平还没把军内阻力完全压下去。张又侠是军委副主席，又是红二代实战派的标签。那么刘振立掌握着联合参谋部这个作战指挥中枢，2个人同时出事，必然震动军内许多系统。习近平要彻底定性他们，可能需要先处理他们的外围关系。如果压不住，习近平反而会被这些系统给反弹了。那么第3就是习近平想给张又侠、刘振立定一个更大的罪名。
习近平似乎正在通过清理下面的关键岗位，把张又侠、刘振立从个人违纪违法案做成一个更大的军中政治集团案。针对许学强，可以整理张又侠的装备线；针对马兴瑞，可以触碰航天军工供应链；拿下李凤彪、张明华，可以整理战略支援和网络空间线；拿下郭普孝、王抗平，可以整理后勤、联勤、空军政工和保障体系。那么对尹红星下手，可以整理陆军和战区政工这条线。如果习近平把这些案子合在一起，就给张又侠拼出了一个更大的叙事：在军中搞团团伙伙，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在装备、作战、后勤、网络、政工这些关键系统里形成自己的影响力。中共处理政治大案，常常不是把中心人物一刀砍下，他更喜欢先抓外围，让外围的人互相交代、互相咬合，再把材料往中心人物身上堆。等最后通报出来，中心人物就不只是个严重违纪违法了，而是破坏政治生态、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些大罪了。所以张又侠、刘振立没有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并不是说他们还有安全空间，恰恰相反，很可能说明他们的案子还在被加材料，还有可能往更大的政治性上包装。因此6月26日这个公告更像是一场外围取证，一次军中山头的局部曝光。官宣张又侠、刘振立时，中共解放军报那句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思非常明确。对习近平来说，腐败只是罪名，立山头才是死罪。关键时刻，如果军队不是听命于他，而是先看老领导、老部队、老系统的脸色，那是让他最害怕的局面。所以这次6月26日公告，最值得看的不是哪几个高官倒台，而是他短暂照亮了中共军队内部几条看不见的线。张又侠、刘振立还没有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更大的可能性是习近平和军队的权力斗争还没有结束的信号。习近平还在努力把张又侠、刘振立的罪往上累积。习近平要想完全做死张又侠，他就得在军中造出一个巨大的山头叙事。那么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习近平一次次向全世界展现他不得不用不停地清洗自己将军的办法来维持自己对军队的掌控时，全世界看到的不是习近平权力的强大，而是中共系统性的脆弱。至于这一轮轮的清洗会对中共军队战斗力产生什么影响，习近平现在其实已经根本顾及不上了。中国很多时候事情安排的比剧本还传奇，还引人深思。就在中共官宣6名军中高级将领落马的同一天，中共军队平时的备战能力就被北京发生的另一件事给暴露无遗。我们先看看已经被中共官方公告承认的对这个事件的描述。6月26日下午5点55分，在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上了一座高层建筑，机上只有驾驶员1人，已经死亡，现场13人受伤。官方通报没有说这座高层建筑到底是哪里，全世界其实都知道，被撞的高楼就是被称为中国尊的525米高的北京地标型建筑中信大厦。通报中也没有公布驾驶员的姓名，更没有解释这架小飞机为什么会一路飞到了北京的中心经济区。但海外媒体和飞行追踪的信息已经把官方通报中缺失的很多关键信息给拼了出来。涉事飞机从北京平谷石佛寺机场起飞，起飞后不久就偏离原定的航线，径直飞了20分钟，然后直接撞向中信大厦。撞击的地点距离中南海所在地只有6-7公里的直线距离。换句话说，这架飞机是从
北京外围一路飞进北京核心城区，撞上了中共央企金融集团的标志性大楼。那这到底是不是一次事故呢？普通飞行事故通常有几个原因：机械故障、天气原因、飞行员迷航、飞行员突发身体状况、操作失误等等。现在我们就把这些可能性一个个放到这个事件里看看。首先，北京当天不是极端气候，一个轻型运动飞机如果只是训练飞行，正常情况下不会被吹进北京中心经济区的，更不会刚好就撞向这个地区最醒目的中心大厦的。其实从网上流出的时间线看，这架飞机原本应该在平谷机场附近训练，10分钟后就应该返回起飞机场。但是在起飞后不久，这架飞机又偏离了航线，径直向北京市中心经济区方向飞去。有航空界消息人士说，在这架飞机持续飞行的20分钟里，北京塔台、区域管制等都曾经呼叫过这架飞机，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说明这次撞击不是一个几秒钟的误操作，而是一个持续的无人解释的持续有意的偏航飞行过程。更关键的是，当飞机进入市区后，如果飞行员发现自己失控或者迷航，正常选择应该是降低风险，避开高楼，找空旷地带尝试迫降，或者是至少发出求救信号。可最后的结果却是他选择笔直的一路撞上了中信大厦这种高度位置象征性的极其突出的目标。因此，从现有公开信息看，这起事件很难用普通飞行事故来解释，它更像是一次有明确目标的持续执行的撞击事件。据说驾飞机的是一个叫刘俊华的人。金融时报报道说，记者看到警方在石佛寺机场搜索一架登记在刘俊华名下的别克昂克雷 SUV。 同时，公开资料显示，中信银行管理人员中的确有一个叫刘俊华的女士。至于飞机撞中信大厦的动机，网上有不同的传闻，包括个人绝望、职场报复、金融爆仓等不同的版本。但是无论这架飞机撞中信大厦这个人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个人用一架合法起飞的轻型飞机，却把中共所谓最严密的北京空中安全体系的说法给撞出了一个大窟窿。这个窟窿远比中信大厦玻璃墙上被撞出那个洞大很多。北京是什么地方？平时不要说飞机，普通无人机都飞不起来。中共宣传里首都防空、反恐维稳、军警联动，听起来就像一张天罗地网。结果一架轻型飞机偏离航线飞行20分钟，直接飞向北京市中心，民航管制、公安、武警、防空系统居然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把它给拦下来。撞击发生后，中共才开始封路删帖驱赶拍照的人。据说现场居然还出现了特种雷达车辆的亡羊补牢式的操作。整个事件暴露出中共体制中的一个致命伤：中共的安全机制主要是用来控制人的，却不擅长处理突发事件。控制人靠的是恐惧、审查、摄像头，可是应对突发事件却要靠实时判断、快速授权、专业协同、现场决断。前者中共很熟，后者恰恰是中共高层集权体制最薄弱的地方。基层人员不敢判断，因为判断错了要背锅；中层干部不敢拍板，因为拍板意味着承担政治责任；关键部门还要等指令，等上级态度，等到命令层层转一圈，飞机已经撞上去了。专制体制的本质就是权力全部往一个人那里挤，挤到下面所有人都不敢动，最后看起来是集中统一，实际上是集体迟钝。习近平和中共军队这几年一直在喊军队实战化和现代化，但是与此同时，习近平天天强调的又是绝对的军委主席负责制，通过对军队将领的持续打压来保证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但是在关键时刻，这两点就会发生冲突。突发事件发生时，外界看到的不是一个反应敏捷、协同顺畅的现代防空体系，
而是一套政治压力下动作迟缓、责任不清、事后封口的中共老系统。中国尊撞击事件最震撼的地方，不只是有人撞了楼，而是他把中共外强中干的现实给撞了出来。外面看中共有雷达、有军队、有各种高科技，里面看他的第一反应是掩盖、删帖等指令。接下来中共一定会做一件事，就是更加收紧对人的控制。航空训练在北京地区大概率会暂停，低空经济会被上锁，机场会被整顿，相关干部会被追责。习近平和中共不会承认自己的制度反映出了问题，他只会把问题变成新的管控理由。他的逻辑永远是出了事儿，不是权力太集中了，而是管得还不够死。6月26日这一天，一边是中共官宣数名中共将军落马，一边是轻型飞机撞上中国尊，一个撞出了中共核心的权力恐慌，一个撞出了中共防空体系的反应迟钝。习近平最害怕的是军队对他的不忠，可这架小飞机撞出的这个洞，却暴露了习近平的安全感和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之间的最深的悖论。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